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新加坡近年来最轰动、最离奇也最令人唏嘘的一起案件——钟庆春与杨莹的雀巢鸠占案。一个中国籍导游如何一步步走进一位新加坡富婆的生活，最终带着妻儿住进她的豪宅，掌控她的财产，甚至试图继承她4000万新元的全部遗产。这起案件如何被外甥女及时揭发，法律又是如何介入，最终将骗子绳之以法的。更令人感慨的是，就在去年，故事的女主角98岁的钟庆春女士安详离世，而她生前那座见证了这场世纪骗局的豪宅也已一手重生。今天我就带大家从头到尾复盘这起案件，并从中解读新加坡的相关法律制度。故事要从2008年说起。钟庆春女士是新加坡一位退休的物理治疗师，她的丈夫邹锡金医生于2007年去世，留下了总值约4000万新元的房产和其他财产。丧偶后的钟庆春生活孤独。2008年，在好友张碧珍的陪伴下，钟庆春前往北京旅游散心，接待他们的私人导游就是当时30多岁的杨莹。根据后来的法庭文件，杨莹在旅游期间表现得十分殷勤体贴。旅行结束后，杨莹与钟庆春继续保持联系，亲切地称他为奶奶。2009年，杨莹来到新加坡，住进了钟庆春位于洋错港日落通道 2F 的豪宅。这栋豪宅占地31882平方英尺，拥有999年地契，始于1879年。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法律概念：地契。新加坡的房地产分为永久地契、999年地契和99年地契。999年地契非常稀有，价值极高。这栋豪宅仅地契本身就价值不菲。杨莹住进来之后，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他不仅自己住了下来，更将自己的妻子和2个孩子也接来同住。媒体后来用雀巢鸠占来形容这一幕，毫不夸张。更令人震惊的是，杨莹开始一步步掌控钟庆春的生活和财务。2010年，杨莹让钟庆春签署了一份新的遗嘱，将全部财产留给他。2012年，他更进一步，正式成为钟庆春的法定监护人，并获得了持久授权书。这里有必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新加坡的持久授权书制度。LPA 允许一个人在还有心智能力时，自愿委任另一个人在未来自己丧失心智能力时，代为处理财务、医疗或个人福利等事务。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件，一旦签署，被授权人将获得巨大的权利。杨莹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博得钟庆春的信任之后，他开始孤立他，让他申请 LPA。 在此期间，杨莹做了什么？2010年2月19日，挪用钟庆春50万新元；2012年1月18日，再次挪用60万新元，偷偷拍卖钟庆春收藏的字画和古董，变卖他的珠宝首饰，伪造他的签名，索取保险文件，成立空壳音乐工作室。其中最离谱的一件事，杨莹声称花了50万新元帮钟庆春购买徐悲鸿的名画《饮马图》，但后来专家鉴定，这幅画是赝品，不仅满是褶皱，连画上的马腿都只有3条。他花几百块钱从地摊上淘来的东西，转手就从钟庆春那里骗走了几十倍的钱。2014年，杨莹更进一步，怂恿钟庆春立下新遗嘱，将总值约4000万新元的财产全部留给他。2014年8月，转机出现了。钟庆春的外甥女莫翠玲发现了端倪，她观察到阿姨的生活逐渐被杨莹接管，财务、健康等各方面都被她大包大揽。莫翠玲立即采取法律行动，入禀法庭，要求撤销杨莹的监护人资格。她申请取消那份持久授权书，并将钟庆春接回自己家中同住。杨莹的反应是什么？她报警称莫翠玲绑架了钟庆春，但莫翠玲没有退缩。2014年9月，他带钟庆春返回豪宅换锁，并要求杨莹的妻子和孩子立刻搬走。双方僵持7小时后，杨莹的妻儿被赶出了钟庆春的豪宅。这就是法律的力量。当有人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时，法律同样提供了纠错的机制。亲属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庭申请撤销不当的监护人资格或 LPA。 那么复盘完整个案件，我想深入剖析为什么说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在保护弱势群体、打击经济犯罪方面堪称严厉而高效。杨莹案绝不仅仅是一个哗众取宠的社会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新加坡法律从民事到刑事
从行政到司法的全方位防护网。关于持久授权书，这项制度依据的是新加坡心智能力法令，它允许一个人在心智健全时委任他人，在未来自己丧失心智能力后代为处理事务。原本是保护年长者的工具，但杨莹却利用它来侵占财产。然而新加坡法律对此的监管极为严格，持久授权书必须在公共监护人办公室注册方可生效，授权人必须遵循法令原则，以授权人的最佳利益行事。最关键的是，心智能力法令第17条第3款明确授权法庭在认定存在欺诈或不正当压力的情况下撤销该授权书。新加坡高等法院在2021年就曾撤销一份持久授权书，认定一名妇女是在儿子的不正当压力下签署的。法庭明确指出，即使签署人当时具备心智能力，只要存在不正当压力，授权书依然可以被撤销。杨莹案之后，新加坡公众对持久授权书的关注度大幅提升，公共监护人办公室甚至取消了制定费用，并简化了申请表格。这不是放松监管，而是让更多人愿意主动利用这项制度来保护自己，同时让滥用者无所遁形。关于遗嘱，一份有效的遗嘱必须是在立遗嘱人自愿、清醒的情况下签署的。新加坡法律对不当影响有着清晰的界定，在涉及遗嘱的语境下，不当影响意味着立遗嘱人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订立遗嘱。法庭在 TCZ 诉 TDA 一案中明确指出，当双方之间存在信任与信赖关系时，法律可以推定存在不当影响。此时举证责任转移到被指控的一方，他必须证明立遗嘱人是自由行事的。杨莹正是试图通过不当影响让钟庆春立下对他有利的遗嘱。而在另一起家事法院案件中，法庭也强调，心智能力法令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失智人士，任何受益人深度介入遗嘱执行过程的行为都值得高度怀疑。这套规则让任何企图通过操纵年长者来谋取遗产的人，从一开始就面临极高的法律风险。关于监护人制度，新加坡法律允许亲属或利害关系人向法庭申请撤销不当的监护人资格或代管令。莫翠玲正是通过这一法律途径，及时阻止了杨莹的侵占计划。家庭法院审理所有根据心智能力法令提出的代管申请。如果有人认为某人不具备心智能力而不需要代理人，他可以在14天内向法庭提出异议。这套制度设计的极为精密，既有事前防范，也有事中干预，还有事后追责，层层设防。关于刑事处罚，新加坡对经济犯罪毫不手软。杨莹面对的控状多达349项，包括失信、伪造文件、欺骗、触犯公司法令和移民法令等。他所违反的刑事法典第406节条文正是针对失信罪的核心条款。最初杨莹因2项失信罪被判6年监禁，但控方认为刑罚过轻，提起上诉。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郑永光准许控方上诉，将失信罪的刑期从6年加重至9年，并斥责杨莹毫无悔意，加上其他罪行的26个月监刑，他的总刑期达到了11年零2个月。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新加坡，针对弱势群体的经济犯罪，法庭不仅不会手软，还会在控方上诉时主动加刑。正如警方所强调的，当局严正看待任何涉及欺诈或不诚实行为的案件，并将依法处置违法者。关于永久居留权，杨莹的永久居留权在2016年11月1日被正式撤销。2022年刑满后，他被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驱逐出境，并被永久禁止再次入境。这并非特例，新加坡内政部明确表示，包括永久居民在内的外国人，如果违反新加坡法律或从事不当行为，其准证或许可证可能被取消，并被禁止再次入境。移民与关卡局也明确指出，被判有罪的永久居民将构成违反入境许可条件，其永久居民身份会被审查。这意味着在新加坡，犯罪不仅要付出自由的代价，还可能失去在这个国家生活和发展的全部权利。最后我想说，钟庆春女士的遭遇令人同情。一位丧偶的老人家在孤独中被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围猎，但正是这个案件让我们看到了新加坡法律体系的力量。从心智能力法令对持久授权书和遗嘱的严格规制，到刑事法典对失信罪的严厉惩处，再到移民法令对违法永久居民的驱逐机制，新加坡的法律用11年零2个月的监禁，
永久驱逐出境以及撤销永久居留权这3重惩罚，向所有人宣告，任何人企图利用新加坡的法律制度来侵害弱势群体，都将付出最惨痛的代价。而那座豪宅的新生，或许也象征着再黑暗的故事终究会迎来新的篇章，因为在新加坡，法律永远是那道最坚实的防线。